李哥，今天来的挺早，还是老样子对吧？老规矩，2个馒头1套汤。你家这用料实在，分量足，大家吃着放心，比别家靠谱。那个小林，你听哥一句，今天不对劲儿，别忙活了，赶紧收摊走。他们估计是冲你来的。怎么了，李哥？出什么事了？后街新开了一家早餐店，故意打低价格战，馒头1块钱一个，肉包2块钱一个。赵强这帮人闲着没事干，专门抓着这点事儿，在厂里到处散播谣言，煽动人心。就凭他们几句空穴来风的谣言，大家就都盲目相信了？大部分工友都是老实人，就是容易被人煽动跟风。但赵强抱团势力大，你千万别硬扛，赶紧收摊走人。千万别说是我报的信儿，我还在车间上班，得罪他们，往后肯定要被穿小鞋。小伙子，我们厂里上千号工友，天天特意过来照顾你的生意，也算给足你面子了。真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心思倒是这么黑，专坑我们打工人的辛苦钱。后街新店又是房租又是水电，还要雇人帮忙，成本比他高10倍不止。人家馒头包子卖的那么便宜，还有利润，他这流动摊位零本卖的这么贵，不是暴利黑心是什么？说实话，每天早餐钱也是一笔开销，我们确实能省不少。你要是适当降点价，我们也愿意继续照顾你生意。就是，他这就是黑心。各位工友，我不玩任何虚的套路，也不刻意辩解，大家都是天天吃我家早餐的老顾客。我家早餐的品质、分量和用料，你们每天都看在眼里，吃在嘴里，心里最清楚。我家一个馒头的分量能顶成新店3个。这锅猪骨汤我每天凌晨3点准时起床熬制，只用新鲜棒骨和纯水，不掺香精，不兑浓汤膏，而且可以无限续添。我4块钱一套，包含2个扎实馒头加1碗无限续添的骨汤，赚的只是一点熬夜辛苦的手工钱。少跟我扯这些虚头巴脑的品质，工友们只看实打实的价格。就是这个理，不降价就是坑我们打工人。做生意凭良心，凭品质立足，不靠低价噱头糊弄人心。我不会为了迎合跟风乱象随意降价，更不会糊弄每一个踏实打工、认真生活的普通人。谁信这些糊弄人的说辞？我天天准时来你这儿买早餐，次次来都只剩几个剩馒头，猪骨汤更是见底。你这馒头对半赚都不止，一天纯利润几百块，顶我们厂里累死累活干好几天，你敢说你不黑心？小伙子，大家都是天天照顾你生意的老顾客，没人想故意找茬。大家现在心里都有意见，你今天把这段时间多赚的差价退出来，这事儿就算翻篇，我们既往不咎。是啊，最近好多人都说外面早餐更便宜，要是真赚得太猛，确实不太合适。要不退点钱算了。少废话，今天不退钱，你这摊就别想摆了啊！都冷静点，别动东西，你们干什么？完了，怎么真推了？我去！哎呀，小心烫着了！这下烫的不行。赵哥，你没事吧？我这里有烫伤膏，我给你拿一点。不是喜欢讲道理吗？那今天我就跟你好好算算。赵哥，那是我今早所有营收，你不能拿走。我被你蒸笼的热气烫伤，这些钱就当是我的医药费。我警告你，下次你还敢卖1块钱一个馒头，还敢这个定价，我们见你一次，找你一次麻烦。又在外面跟人起冲突，拉扯闹事了。赵强，你就不能安稳一天，非要把日子过得鸡飞狗跳？没吵架，你有事没事别一天到晚瞎揣测。就是厂门口那个卖馒头的，太不近人情，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揪着我不放，故意跟我过不去。就为了2个几块钱的馒头，把自己搞得满身是伤，一身戾气，你觉得值吗？天天盯着这点蝇头小利，占小便宜，占来发不了财，丢的是你的脸面，你就不觉得难堪？这叫占便宜，我凭本事得来的东西，凭什么被你说的一文不值？厂里上下人人都在捞好处，谋私利，就我老老实实吃苦，凭什么？区4块钱2个馒头，可你知道摆摊的一天能挣多少？不用风吹日晒，不用熬大夜，轻轻松松卖早点，收入顶我在厂里累死累活干3、4天。你如今的所作所为，和那些投机取巧、自私自利的小人又有什么两样？以前的你根本不是这样，从前的你宁愿自己吃亏受委屈，也绝不占别人半分便宜半分好处。可现在的你，真的让我越来越陌生，越来越看不懂。价格规格全部调整完毕，今天起全新规矩，童叟无欺。赵哥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这小子就是吃软不吃硬，咱们上次提完意见，他立马就改价服软了。这才像样嘛！做生意就得懂规矩，还算你识相。
来，给我拿2个馒头，另外送的汤，给我挑一根肉最多、骨头最大的棒骨。我们最近天天高强度干活，累得浑身酸痛，就得吃点好的补补。你这免费送的汤，可别给我糊弄些清汤寡水的碎骨头。等等，你这馒头是什么情况？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你自己看看，这玩意儿也叫馒头？之前你家的馒头又大又扎实，2个吃饱一顿饭，现在这小不点儿，塞牙缝都不够。确实小太多了，这缩水也太明显了吧？本来以为降价捡着便宜了，没想到是偷工减料。赵哥，各位工友，我调整价格和规格不是私自乱改，是完全参照咱们工地门口街边老店的标准来的。街边同款大小的馒头，统一售价就是1元一个。别家店买馒头只卖单品，没有任何赠送。我这边依旧保留福利，买2个就送猪骨浓汤，汤品还能免费无限续添。你少跟我玩这些文字游戏，我们只看实际得失。我只是跟随市场标准调价，明码标价，公示规则，童叟无欺，没有坑任何一个人。别给我扯市场规则，我们吃惯了你家之前的分量，现在改规格就是欺负老顾客。要么你把馒头恢复之前的大分量，依旧2块钱2个；要么你就承认自己故意套路我们。今天这事儿必须给我们一个满意说法。行，强哥哥给面子关照我，我听你的。今天所有单品直接降价2成，分量不变，工友们过来吃全部优惠，这样可以吗？降价就完了？我刚才尝了你家的汤，味道不对，食材肯定偷工减料。现在不光要降价，你今天所有早餐免费给我们几个打包一份，这事才算翻盘。太欺负人了，这摆摊的小伙子也太难了。小子，赵哥给你脸了是吧？让你降价是抬举你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赶紧免费打包，不然我们直接掀了你这摊子。各位街坊邻居，厂区上班的工友，大家都看清楚听明白，厂区2组预备组长赵志强依仗自己老员工的资历，当众欺压合规摆摊的商户，刻意找茬，无理刁难，强行索要免费餐食，恶意阻碍他人正常经营。你敢乱说话，把喇叭给我！赵哥，我一直敬你是厂区老员工，处处让着你，你让我降价，我二话不说配合。你说规格不合适，我立刻调整整稿，我全程退让，事事配合，从未有过半句顶撞。如果你们执意聚众闹事，破坏我的摊位，阻碍我正常经营，那我只能立刻报警，依法处理。哼，报警？小子，你是吓傻了吧？我们没偷没抢没打没砸，顶多就是跟你理论几句，就算有点小磕碰，也是鸡毛蒜皮的小事。确实，这些都是小事，警察或许不会深究，但我刚刚听得清楚，大家都说赵哥近期要参加厂区组长选拔，马上就要升职转正。如果今天厂区预备高长带头聚众闹事，街头欺压小商户，恶意刁难普通摊主的事情传开，传到厂里各位领导耳朵里，影响了你的晋升，耽误了你的转正，这个后果，这个责任，在场的各位谁能承担得起？强哥，这咋办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，肚子好痛，脚疼难忍啊！我早上出门空腹，什么都没吃，就喝了你家这碗猪骨汤，现在肚子疼得直不起腰，肯定是你家食材不新鲜，汤底变质，你这是卖问题食品害人。食材不新鲜，你确定？我的所有食材都是今日凌晨新鲜采购，全程低温保存，干净合规。剩余的汤品食材全部可以送去市场监管局专业检测，我敢100%保证我的食物没有任何质量问题。我把话放在这儿，如果检测结果显示我的食材存在问题，我不仅全额赔偿1万块，你们所有损失我一并承担。但如果检测结果证明食材完全合规，所有高额检测费用全部由你们几人共同承担，这笔钱远比你们所谓的早餐损耗贵上10倍100倍。强哥，真要去检测，万一查出来没问题，我们反倒要赔钱，得不偿失啊！怕什么？他的汤有问题，是我们说了算。我说是你的汤有问题，就一定有问题。现在汤都洒了，我看你还怎么拿去检测？你以为毁掉证据就能讹账成功？恰恰相反，你这一脚彻底断了你们追责的所有依据。你们口口声声说喝了我的汤身体不适，如今是你们亲手毁掉唯一的汤品证据。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是我的早餐导致你们身体不适，无凭无据，你们的讹诈说辞根本站不住脚。你敢套路我们？你这小子心思这么歹毒！别跟他废话，他就是钻空子耍无赖，砸了他的摊子，今天必须给他长长记性！他就是钻空子耍无赖，砸了他的摊子，今天必须给他长长记性！今天不赔钱，别想正常收摊儿！都给我住手！一大早，一群大男人仗着人多围堵一个摆摊的年轻人，还要动手砸摊儿，你们未免也太过分，太欺负人了！张叔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你老别在这多管闲事，赶紧回去看你孙女儿去。我天天在这门口坐着，
我亲眼看着小林出摊做生意，全程干干净净、本本分分，怎么就不关我的事儿？张叔，我敬重您是厂里的老前辈，但今天是我兄弟吃出问题，我们必须讨个说法，还请您别插手，免得大家面子上不好看。讨说法？我看你们是抱团欺负年轻人。小林摆摊这段时间，我和我家妞妞天天吃他的东西，要是真不干净，我们父女俩是不是早就出事了？那是你们体质好，我们兄弟体质不一样，吃了不舒服就是不舒服。说到底就是无理取闹。果然是曹德刚教出来的徒弟，行事作风和他年轻时一模一样，欺软怕硬，蛮不讲理。老同事多年不见，没想到再次碰面是在这种场合，还让你在背后这么评价我。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们就是处理点小纠纷。小伙子，你就是小林吧？我是二车间的曹德刚，算是厂里的老管理层了。曹主任你好，今天是我管教无方，手下徒弟不懂规矩，给你添了大麻烦，我替他们向你道歉。曹德刚，嘴上道歉最是廉价，人家今晚生意全被搅黄了，光说两句软话可弥补不了人家的损失。老同事说的没错，做错事儿就要实打实承担责任，绝不能敷衍了事。闹事是你们，毁人生意是你们，今晚小林所有的经济损失，你们全额赔偿，1分不能少。师傅，明明是他，师傅，明明是他。闭嘴！在外寻衅滋事，欺压普通商户，还有理辩解，立刻赔钱道歉，收拾干净，立刻服，道歉，收拾干净。对不起。小林，小孩子脾气顽劣，不懂分寸，希望你这点赔偿不算多，算是我们一点歉意。知错能改改就好，我没什么意见。知错能改改就好，我没什么意见。孩子，今天这事儿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。张叔，我看曹主任处事公允，看着是个明事理、讲道理，为什么会结梁子？你看错了。赵志强的坏是摆在明面上的蛮横霸道，一眼就能看透。但曹德良是典型的面善心黑，最擅长伪装。我和他是同一批进厂的老同事，几十年的老交情。刚入职那几年，他确实勤恳踏实。可后来工厂扩张，厂里人心浮躁，关系复杂，他的心思就彻底变了。他不再钻研技术，整天一门心思巴结领导，拉拢人脉，培植自己的势力，私下拉拢新人，抱团站队，搞小圈子。从那以后，所有技术竞赛他再也没拿过靠前名次，彻底荒废了本职本事。他护短记仇，最会表面和气，背地里算计人。今天你让他徒弟当众吃丑，丢了脸面，他看似大度道歉，秉公处理，实则心里早就记恨上你了。他今天的体面全是装给外人看的。难怪我父亲之前和我提过的，早前厂里有管理层岗位空缺，我爸原本把他列入重点提拔考察名单，打算好好培养他。当年的提拔最后没落到他头上，他心里一直记着这笔账，憋着怨气。多谢张叔坦诚提醒，也谢谢您刚才挺身而出帮我解围。我明白了，往后我一定多加提防，谨慎行事。孩子，你年轻踏实，本本分分，不该被这些职场烂事牵连。听我一句劝，能换个地方摆摊就尽早换，别留在这儿遭人暗中针对，得不偿失。躲是躲不掉的，既然有人存心算计，那我就好好接下这摊子事。小林，说真的，整个厂区门口就你家吃食最实在，分量不糊弄，味道还地道。这阴雨天喝一口热猪骨汤，从喉咙暖到脚底，浑身都舒坦。再给我来2个馒头，今天得多吃点，下午扛着干活。看你今天胃口这么好，我还以为李哥你碰上什么涨工资评优的好事了呢。哪有什么好事儿？我们基层工人天天围着流水线转，哪来的顺心事儿？反倒摊上麻烦了。哪来的顺心事儿？反倒摊上麻烦了。下周厂里高层要下来专项巡查，查作风，查纪律，查生产漏洞。现在各个车间都在连夜整改，查漏堵加，全员紧绷着神经。最不公平的就是2车间，曹德刚管的那个车间，乱象全厂区都看在眼里。2车间我偶尔也听工友提起过，怎么这次巡查他们车间又出问题了？何止是出问题，曹德刚手底下那群亲信平日里上班摸鱼偷懒，迟到早退，流水线的活一点不干，车间的繁琐杂活，收尾整治，设备检修，所有没人愿意干的累活全都压在我们这些踏实干活的员工身上。平时偷懒也就算了，现在要迎检了，他们之前偷懒落下的工作漏洞全部甩给我们补。哎呀，你看我一时没忍住吐槽太多，我说话直，嘴随得很。小林，你可别往心里去，也别往外传。李哥你放心，大家都是辛苦干活的普通人，心里有委屈吐槽2句很正常，我绝对不会多想，也不会乱传。请您遵守安全规定，注意生产安全。
安全生产，人人有责。又是通宵替班，这月我已经顶了4次额外加班了。又是通宵替班，这月我已经顶了4次额外加班了。没办法，厂里不成文的规矩，新人老实就该多干活。凭什么？赵强、张光耀从来不用顶班，每次排班，赵强永远家里有事儿，张光直接说不会操作新设备，所有脏活累活、超时加班，最后全压在我们新人身上。别大声说，被听见又要被穿小鞋了。我试过拒绝，主管每次都跟我说，年轻人要多吃苦、多锻炼，好处一点轮不到，所有过错全是我的，这公平吗？孩子，你只是刚看清二车间的风气，现在厂里就是实干者受累，圆滑者享福。老实人往死里累，会站队、会来事儿的人，天天摸鱼躺平，薪资待遇一样不落；人天天摸鱼躺平，薪资待遇一样不落。何止是干活不公平，绩效、评优、轻松岗位，从来都是老员工圈子内部消化。最离谱的是请假，我们老实人请假，层层审批，百般刁难。还有绩效，干多干少一个样，累死累活不如人家随口一句讨好，受累的永远是我们这些不懂圆滑、不会讨好的普通人。没人护着，就只能被欺负。我听你们说，主管从来不会强硬罚人，也不会针对性训谁，是吗？曹主管哪会做这种事儿？他永远和稀泥，谁都不得罪。所以他看似平衡各方，实则默许特权，纵容了乱象，寒的是所有实干员工的心。现在回头想想，之前跟风抹黑林老板的人真的太过分了。就是后街的馒头看着便宜，个头小，面皮虚，吃2个都不顶饱。林老板的馒头全是精面，分量足，用料实，骨汤天天大火慢炖，从不偷工减料。要不是赵强、张光耀带头起哄，谁会误会人家？人家本本分分做生意，从来不惹事儿，真的太冤了。哟，光耀来了。最近怎么不跟着赵强起哄找事儿了？前阵子你可是最积极的那个。我那不是起哄，我是跟着老员工学习车间工作经验。学经验是学怎么抱团站队，怎么摸鱼偷懒；学经验是学怎么抱团站队，怎么摸鱼偷懒，怎么欺负老实人的经验吧。天天熬大夜干活，干多干少一个样。老老实实卖命，不如人家动动嘴攀个关系，这破厂子真没意思。强哥，你犯不着生气，咱们兢兢业业守着岗位10几年，倒是外面那个摆摊的小子轻轻松松赚咱们厂里人的钱，想想就憋屈。我每天累死累活，他一个外来摆摊的，凭什么不轻松松赚大钱？一个馒头卖4块，真当咱们工人的钱好骗？就是这个理，那小子太不懂规矩了，仗着馒头做的好吃点就坐地起价宰工油。前几天咱们跟他理论，本来就是他不对，最后曹主管也只是随便调解一下，没罚咱们，足以说明咱们没做错，本来就是。车间里这点小事儿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。老员工养家压力大，偶尔偷懒摸鱼情有可原。年轻人多干点活，受点委屈也没什么，安稳稳住人心比什么都强。年轻人多干点活，受点委屈也没什么，安稳稳住人心比什么都强。二车间立即进行整顿。整顿通知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，太突然了吧？咱们厂一直都是老规矩办事儿，安稳了这么多年，怎么突然要搞作风整顿、人事优化？突然整顿，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紧急通知！3车间发生严重安全产事故，目前事态紧急，请所有高层领导立即到会议室开会。高层近期没有任何整顿安排，也没跟人对约谈，怎么会突然下发正式通知？关于鸿盛机械厂作风整顿、人事优化的正式通告。第1条，针对2车间长期存在消极怠工、抱团摸鱼等不良风气，即日起开展全面肃清整改工作。直指咱们2车间，根本不是临时决定。第2条，员工赵强长期工作懈怠，多次推诿本职工作，私下煽动员工闹事，破坏厂区秩序，予以岗位调整，绩效全额降级，全厂通报批评，留岗观察3个月，观察期不合格直接辞退。第3条，员工张光耀盲目跟风站队，散播不实言论，恶意搬弄是非，助长厂区不良风气，予以绩效降级、书面检讨，全厂通报批评处理。第4条，免去曹德刚2车间主管职务，给予内部纪律处分。第5条，即日起全厂重新统计员工考勤。终于， 6条，公道总算回来了，踏踏实实干活的人总算不白受委屈了。曹主管这算是彻底翻车了，靠和稀泥维稳这么多年，终究还是栽了。赵强天天摸鱼摆烂，还总欺负老实人，这下终于被整治了，一点不冤。不公平，这根本就不公平！厂里这么多人摸鱼偷懒，凭什么只抓我一个？不公平，这根本就不公平！厂里这么多人摸鱼偷懒，凭什么只抓我一个？对呀，我就是跟着大家随口说了几句闲话而已，算不上大错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那个摆摊的林硕搞的鬼。
前2天我们就馒头价格跟他争执了几句，他怀恨在心，背地里偷偷打小报告，故意针对我们。没错，一定是他，他就是心胸狭隘，记恨我们拆穿他高价宰人，所以暗中报复。我们在厂里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。我任职这么多年，只是想着兼顾重选上下文，不会做重大差错，从未突如其来的整顿，十有八九和厂门口那个摆摊的年轻人脱不了干系。一个外来摆摊的也敢插手我们厂里内部事务，颠倒黑白，恶人先告状。对，赵董事长说了一句，我们不能平白无故被人算计，白白背下这个处分。走。对，赵董事长说了一句，我们不能平白无故被人算计，白白背下这个处分。走，我们直接去董事长办公室。全然不知他们口中随意可欺的摆摊小子，正是这场全场整顿的幕后主导者。董事长，我今天过来不是闹事儿，是真心想讨个公道。赵强，是真心想讨个公道。我在鼎盛干了18年，从一线学徒一步步熬成老员工，没功劳也有苦劳。家里什么情况，厂里老同事基本都清楚。老母亲常年卧病要吃药，孩子读初中要学费，全家就靠我这份工资撑着。我承认，我偶尔上班会摸鱼偷懒。可董事长，我想问一句，厂里干了5年以上的老员工，谁能拍着胸脯说自己从没偷过钱，从没占过一点小便宜？这么多年，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没日子一直相安无事，怎么偏偏到我这里就成了违规违纪，直接岗位调整，绩效降级，这对我太不公平了。董事长，强哥说的都是实话，我们真不是故意违反厂规，也没有偷懒耍滑耽误工作。我们之前就是在厂门口买馒头的时候，随口提了2句价格偏高，口感一般，就这点小事儿，我们就是普通顾客正常评价。谁能想到那个摆摊的年轻人这么记仇？他就是心眼太小，格局太低，就因为这点口舌之争，就暗中针对我们，故意揪着我们的小问题放大。董事长，您消消气儿，2个孩子不是顶撞厂里，是确实觉得这次处罚太重，心里难以接受。小昭是厂里的老骨干，勤恳踏实，只是性子直，脾气急，不懂圆滑。小张是年轻新人，做事积极，就是容易跟风，不懂分寸。车间的整体风气向来都是宽松包容的，大家常年高强度干活，偶尔放松一下，偷个小懒也是人之常情。我管理车间多年，一直都是这样协调把控，就是为了稳住团队人心，让大家能安心干活。这次整顿来得太过突然，处罚力度也远超以往标准。我私下揣测，会不会是有人刻意小题大做，放大员工的小问题？董事长，说到底就是那个摆摊的针对我们。他一个外来小贩，靠着摆摊谋生，本来安安分分做生意就好，偏偏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。对啊，董事长，他就是故意的，看着老实本分，实则心机最深，按着一种挑拨恶意举报，把我们的小问题无限放大，害得我们丢岗位受处分，太过分了。董事长，我们在厂里兢兢业业多年，就算有小毛病也罪不至此。不仅我们心里不服，车间其他老员工看在眼里也会寒心啊。是啊，董事长，厂里经营靠的是人心稳定、团队和睦。若是任由外人干涉内部管理，大家干活随意拿捏老员工，以后车间人心防反而会影响厂里的生产秩序，得不偿失。我倒是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厂里的规矩不是看谁做的对，而是看谁资格老、声音大。怎么是他？他小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给你们3位正式介绍一下。他小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给你们3位正式介绍一下。这是我的儿子林硕，也是这一次全厂作风整顿、人事调整的唯一全权负责人。他不敢相信，自己百般针对、肆意刁难的底层小贩，竟是工厂的少东家。曹主管、赵师傅、小张，你们刚刚说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诉求，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你们觉得自己只是小错被重罚，觉得是我心胸狭隘、刻意针对，觉得厂区风气向来如此，错不在你们，对吗？厂区的宽松和包容是留给认真做事的人，不是给逃避责任、互相包庇的人当理由。有些习惯存在久了，也不代表就是对的。你们抱怨处罚太重，却从未反思自身问题。每个人都有难处，但职场规矩从不为个人私心和陋习让步。林总，是我识人不清，管理失责，我认错。我知道错了。我知道错了。林总，我还是想不通，就因为前几天车间争执，我们给你顶了几句嘴，你就大动干戈搞全场整顿，专门揪着我们2车间不放，未免太小题大做了。是啊，林总，大家都是打工的，车间里随口抱怨2句，同事之间拌几句嘴都是职场常态。小林，我多说一句公道话，2车间这帮员工干活总体是踏实的，偶尔有点小情绪、小摩擦、小现代，都是人之常情。你们不是一直说我是在故意针对你们吗？那今天我们就把事情一条一条说清楚。迟到早退，长期缺岗，把工作推给新人，让别人替你们签考勤，这些不是我说的，是厂里的记录。现在你们还觉得
自己是被冤枉的吗？你们3个从头到尾都搞错了一件事，你们一直以为我发起的全场整顿是私人恩怨，是我记恨争执，是挟私报复。你们觉得自己只是随口抱怨，偶尔偷懒跟风站队，是再普通不过的职场自保，根本算不上过错。那我今天明确告诉你们，这次整顿从来不是整治谁对我出言不逊，也不是追究几句难听的闲话，我整治的是车间里长期存在被你们一点点纵容慢慢养歪的不公风气，是踏实干活的人受累，投机取巧的人得利的歪规。林总，我承认我有偷懒，有迟到早退，可我也是没办法。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老人要吃药，孩子要上学，每个月房贷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我在车间干了5年，薪资没涨过，晋升从来轮不到我。看着别人靠抱团靠讨好混轻松岗位，我心里失衡，我不甘心。我只是想给自己找点活路，有错吗？你的难处我都知道，我知道你家庭压力大，生活拮据，常年薪资微薄，晋升无望，心里憋屈失衡。我也知道你会主动教新人操作设备，新人出错你会耐心补救，同事急事请假你会主动顶班补位，赶工期的时候你也能连续加班毫无怨言。你的善良和勤恳我全部看在眼里。但难处从来不是破坏规则的借口，生活不易，人人皆是如此。全场几百号员工，谁没有家庭压力，谁没有生活难处？你场几百号员工，谁没有家庭压力，谁没有生活难处？你可以抱怨薪资，可以争取晋升，可以提出诉求，但你不该用摸鱼偷懒、抱团排挤、透支车间公平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不甘。你痛恨职场不公，讨厌踏实干活不如投机取巧，可你偏偏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。你亲手破坏了你自己期盼的公平，这才是最致命的问题。我摆摊暗访，下沉车经摸排，从来不是为了私人恩怨，更不是为了打压任何人。我要做的是肃清厂里积年的歪风陋习，把被打乱的规矩一条条掰正回来。林总，厂里的风气积了太多年，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，我们确实有责任。可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混日子，图安稳，厂里多少人都这样，凭什么只罚我们？别人的错不是你们纵容自己失职、偷懒、抱团排外的理由。林总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以后好好干活，再也不闹事了，能不能从轻？再也不闹事了，能不能从轻？职场最荒唐的规矩就是认错就该免责，犯错可以姑息，知错可恕，但错必有罚。这是厂里的规矩，也是对所有踏实干活的员工最基本的公平。那我们具体要受什么处罚？一个摆摊卖馒头的也配管我们老员工？处罚根本就是针对人。就是林摊主怕是生意做得不顺心，拿我们基层员工撒气吧，心胸也太狭隘了。我不是摆摊的摊主，我是林硕，工厂现任负责人。抱团代工、排挤实干员工、管理失职、纵容陋习，每一条都有记录、有监控、有人证。每一条都有记录、有监控、有人证。曹德刚任职车间主管多年，疏于管理，和稀泥搞平衡，纵容团队歪风滋生，免去管理职务，记入厂区纪律档案。我认，这些年是我辜负了厂里的信任，也辜负了手下踏实干活的兄弟们。你早年是技术骨干，踏实肯干，兢兢业业，没人否定你的付出，错在你后来信奉圆滑维稳，忘了履职初心。是啊，我以为稳住局面就是做好管理，却没想到姑息纵容才是最大的失职。赵强长期消极怠工，抱团排解同事，寻衅滋事，扰乱厂区秩序，予以岗位调整，绩效降级，全厂通报批评处分。我服，我不怨厂里，只怨我自己。我知道你勤恳干活10几年，薪资晋升从未如愿，心里有委屈有不甘，生活的重压让你变得偏激算计。我看着别人靠站队靠关系占便宜，我心里不平衡，我不该把怨气撒在厂里，撒在你身上。你还有机会。张光耀无主见，盲从跟风，依附小圈子，参与滋事起哄，助长不良风气，记大过一次，扣除季度绩效。我就是怕被孤立，怕被大家排挤，我以为跟着大家就不会吃亏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以前这个时间，这里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来一碗，老板还是老样子。热闹散了以后，原来会这么安静。小林总这几十天摆摊儿，哪里是为了做这点小生意啊？他是放下所有管理层的架子，沉下身子，扎进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里，就是为了摸清咱们厂里最真实、最隐蔽的情况。我选择摆摊，就是想离大家近一点。办公室里隔着层级，报表里看不见人心，汇报里藏着真话，风气可以扭转，规则可以重塑。
我不追责过往，只希望往后能彻底把规矩摆正，让厂区每一个人都能活得坦荡，干得踏实。